朋友们，大家好。因为我刚才看见有3个人啊，在这个背景后面，大家看他们刚离开，所以在他们离开之前，我还不能够完全架设我这摄像这东西。我给大家说说啊，刚才我在沙滩上跟他们说了啊，他们是从乌克兰来的，我就感到奇怪了。大家知道我现在什么地方吗？我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这个岛国，这里呢竟然有乌克兰人，后面那3个就是乌克兰人。因为他们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呢无法交流。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不用去前线去打仗吗？他们不是感到特别的理解，然后呢有点理解。他说我们现在在海外呢，所以呢没有去前线。你看，真的想不到啊，离乌克兰那么远的地方，在加勒比的一个小岛，竟然在这里呢遇到了乌克兰人，我就感到特别不可思议。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加勒比的某个小岛，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也是前2天咱们说过的话题，那就是大量美国 TikTok 数字难民大规模投奔中国小红书，现在已经成了国际话题。不仅美国 CNN、美国的《纽约时报》，还有美国之音的英文版、英国卫报、瑞士新苏黎世报，还有奥地利的德语媒体标准报、德国媒体，比如说《明星报》、NTV、商报、时代报，甚至印度时报对此也做了报道。他们对越来越多 TikTok 数字难民投奔中国小红书感到非常震惊。据称，短短3-4天时间，有超过70万 TikTok 难民现在已经入驻到中国小红书，有的媒体说超过80万，反正就是这数字呢越来越多。在美国，小红书的下载量已经荣登榜首，已经几天了。还有在欧洲这边，比如说在德国，在苹果应用商店，小红书的下载量也是荣登榜首。在法国，在西班牙，它的下载量也飙升。美国这些已经入驻小红书的 TikTok 难民，他们纷纷分享他们在小红书的经历，这些经历一般都是非常愉快的。他们说啊，中国人非常的热情好客。大家也知道了，现在啊，中美2国的网友在小红书上面无缝对接，而且直接对账，通过对账使双方网友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过去啊，有什么公知啊，还有那些职人编织了很多美国是天堂的谎言，比如说在美国什么都是国家兜底，但是现实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在美国这些 TikTok 难民，也就是美国网友现身说法。有位美国网友说，他和他的父亲2个人各自打2份工，比中国的996还996，平均每天12个小时。即使这样，每个月3000块钱，房租去了一半，到了月底所剩无几，只是苟活。然后有的中国网友问，你们是不是打几年工就可以买大 house？ 这些美国网友听了之后特别的气愤，他们说屁呀，每个月都月光，甚至都不够用，怎么能够买大 house 呢？另外，不是说国家兜底吗？医疗免费吗？然后呢，美国网友也现身说法，比如说叫一次救护车3000刀就没了，面诊一次讲了几分钟，1000刀没有了，还有做一次 CT 扫描，在美国9000刀没有了。当他们听说啊，在中国做一次 CT 只要200-300块钱，甚至有的医保还报一部分，他们感到立即崩溃了。因为比如说200块钱，那就是大概30美元左右，对吧？而在美国9000刀，所以很多美国网友说，他们现在甚至不敢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说啊，如果去看一次医生，立即破产。当他们得知在中国挂号费只要几块钱，他们立即崩溃了。另外，不是说教育免费吗？然后呢，这些 TikTok 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账单。有的网友说，在美国每年学费几万刀，几年下来就几十万刀。一个网友说，他这个学贷啊，就是学生的贷款，要到2080年可能才还清，也许他一辈子也还不清，几十万美元，每个月月光的话怎么能还清，对不对？然后呢，有位中国网友爆料说，他自己呢那点学贷第2年就还清了，而这点又让美国网友感到非常的崩溃。现在通过中美2国网友现场无缝对接，他们知道中国的越多，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媒体就越来越气愤。
纷纷称他们被骗了。哈哈，你看，原来在信息茧房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中国人。从这波越来越汹涌的美国 TikTok 数字难民蜂拥投奔中国小红书可以看出啊，这些众多的美国 TikTok 数字难民把美国政府、美国媒体筑起了高墙，众人一推，轰然倒下。现在眼看着雪球越滚越大，这个民意啊越来越汹涌，美国拜登政府感到大事不好了。所以呢，今天美国媒体，比如说 NBC 新闻网爆料说，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东南亚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等等，还有中文媒体也报道说，拜登政府现在正在设法推迟这个 TikTok 禁令的实施。其中有3位美国拜登政府内部人士向外爆料说，现在拜登政府正设法如何让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营。其中一位官员透露，美国拜登政府的官员们正在探索各种方案，不要让这个 TikTok 禁令在1月19日被禁止。另外，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他上任之后会颁布一项行政命令，推迟 TikTok 禁令执行。有的媒体说推迟90天，有的媒体说推迟半年，甚至有的媒体说推迟270天。特朗普说，以便赢得时间，正式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看，现在因为民意的反转，所以呢，拜登政府也慌了神了。因为大家要知道，美国 TikTok 用户有1.7亿人，也就是一半的美国人都在用 TikTok。如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非常的愤怒，对他们这个党派失望，那么这部分人就意味着他们的选票流失，对吧？另外，在 TikTok 有很多人，不管是私人企业也好，还有大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都是通过 TikTok 他们谋生的，他们的业务在 TikTok。你看，因为美国的禁令突然一夜之间关闭了，他们的饭碗一夜之间都没有了，这些人怎么活下去？他们活不下去就会造反啊！不仅是选票流失，那也意味着可能社会会动荡。所以现在拜登政府确实是慌了神了。如果得罪了1.7亿人当中的一小部分，那对他们的党派、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极大的损失。还有，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也就是越来越多的 TikTok 难民投奔中国小红书，然后呢，他们每个人进去之后呢，对中国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发现的真相也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对自己政府、对自己媒体的信任就会产生雪崩式的崩溃。以美国为首构建的这个信息高墙啊，就会轰然倒下。那直接的后果是，他们今后肯定不会再信任自己的政府，不会再信任自己的媒体，而信任的崩溃是不可挽回的。其实现在很多进驻中国小红书的美国网友纷纷表示啊，他们被骗了，因为他们认识的全新的中国和他们政府还有他们媒体给他们描述的那个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纷纷表示不会再信任自己的政府以及自己的媒体。其中有一位网友是这么说的啊，我来读一下他的翻译啊。西方世界存在着深刻的信任危机， TikTok 的西方用户知道他们的精英还有他们拥有的公司在欺骗他们，他们现在宁愿相信中国，也不愿相信他们失望透顶的本国精英。我觉得这人的看法非常有代表性。现在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是拜登政府当初预想的，也就是说，对拜登政府来说始料未及，而自己的人民对这个政府还有对自己媒体的信任，那后果是灾难性的啊！大家可能不相信啊，现在美国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也就是这些 TikTok 难民啊，他们入驻了小红书之后，知道了中国的情况之后，他们表示呢，不再信任自己的媒体了。他们现在纷纷表示，宁可相信小红书，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媒体还有自己的政府了。你看这多讽刺啊！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的信任就完全崩溃了。还有现在很多这些美国 TikTok 难民表示，他们现在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也表示呢非常想学中文，甚至很多表示今后呢想到中国来旅游，看看真正的中国。你看这波操作也是美国拜登政府始料未及的。他们原来构想的就是呢，把这个高墙构筑起来，让美国人
对中国充满了深深的敌意，对中国很多负面的印象。而现在通过这几天的交流，这个高墙被美国这些 TikTok 的难民一推就轰然倒下了。这2天呢，我也在刷这个小红书，因为之前我没有用过，我是昨天开始用的，我就感到非常有趣。现在中美2国网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在小红书上是一副世界大团结的景象啊！在小红书这个纯中文平台上，全世界人民友好互动，互通有无，交流各种信息，真的是一副全世界大团结的景象。你看，由于拜登政府的骚操作，让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个标语“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天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了。这绝对是拜登政府以及西方始料未及的。通过美国 NBS 新闻网的爆料，就是拜登政府想在最后一刻，因为从现在到元月19号，这个 TikTok 禁令只有2-3天的时间了，2天多的时间，而拜登政府可能想在最后1秒钟实现反转，可能呢会延长这个 TikTok 的禁令。拜登政府真的想在最后1秒把事情翻转过来吗？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你们怎么看呢？好的，今天咱们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